伊朗光是400公斤的浓缩铀，美国就在那边叫得尬天正响。可是日本的布其实是有47公吨，那他要那么多的布做什么？军国主义它有3个目的，第一个，他改教科书，所以年轻一辈的人对于2战他们多少次的屠杀，如何蹂躏中国人民，他们其实根本就不意识这么一件事。所以我们这样讲，他一定会对于这个非核三原则有所更动，当然也可能更动他的战后宪法，变成所谓的正常国家。好，观众朋友，今天我们要特别来掌握今天的头条消息，也就是今天关心到这一回高市早苗狂胜了，他破了修宪的门槛，他还喊说接下来要参拜靖国神社，并且今天会关心会不会做非核的松绑，踩的是东亚红线。另外关心的是日元贬、日债跟金融会不会成为不定时炸弹。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一起来做关心。3个火线话题，今天我们会特别聚焦，请来宾帮我们做解答。首先来看到的是高市早苗这一回掌握到了修宪的门槛，我们要来关心到说他喊说日本要变成的正常国家是真的吗？还是回到过去的军国梦呢？日本现在正式的走上极右路，极右派也等于左派正式灭亡了吗？东亚安全因此升温吗？第二件事情来关心的是川普。他公开的站队力挺日本的候选人，这个是巧合还是全球的布局？接下来如何影响到中日的发展，会直接对撞吗？最后，我们今天也会来关心到是日本的经济，高市早苗他的再通膨政策真的能救经济吗？还是日本将会面临3杀危机？今天就这些议题，我们会一起来做关心。好，特别来看到是最新消息，日本真的变天了哦。我们要来看到的是这一回日本直接走向了一个修宪的日本自民党因为一口气赢得了突破2/3的一个修宪门槛，所以呢，高市早苗手中握的是一张空白的支票，他接下来要怎么写日本的路，可以都由他来做了。我们赶快来看到，那么高市早苗也不讳言的在公开谈论到参拜靖国神社这件事情，并且呢，先取得周边国家的理解。那前大阪的知事做这样子的一个言论，他认为，他已经透露说，高市早就已经说过了，即使身为首相，也会参拜靖国神社，不会在意中韩的看法。也就是在他真的高市成为首相之前，高市早就已经有这样子的一个想法了。我们来看到，其实呢，在众院真的改选之前，高市早苗就已经强调过了，他有意将日本的自卫队写入宪法的第9条，并且从去年11月份他就说过了，3份的安保相关文件他会做修改。工作从此刻开始，等于就是要重新来定义非核3原则了。专家亮子说，他说这可能会改变日本整体的国家形态。所以节目一开始，我们特别来关心到是现在日本的修宪门槛确定过了，高市早苗的下一步会不会就是动非核3原则？刚刚提到高市早苗口中的正常国家是真的正常，所谓的正常的定义是什么？会还是军国主义复辟吗？从军事角度来看，对整体接下来东亚局势会造成有多大的影响？舰长怎么看？我们看到啊，日本那他认为他不是正常国家，可是呢，是不是正常国家不是他决定的，是美国决定的。那至于说，正常国家或者是军国主义呢，这个不是2选1的问题，而是它渐渐发展，也就是它的层次性的问题。那这个问题呢，其实决定在美国。为什么？因为也就是美国要让日本作为这个代理人哦，那这个代理人呢，也就是抗衡中国大陆。所以我们大概这2天呢，我们会从中国大陆，还有从俄罗斯，还有朝鲜，我们都可以听到类似于放弃幻想、准备斗争的这种话语啊。其实，在前一任总统拜登任内，他就已经想要遏制这现在的一个中国大陆的一个发展，所以他在这一个2023年的8月18号所谓的大卫营精神宣言里面，他就提出了有关于美国提供这个延伸威慑的部分。延伸威慑简单的来讲，也就是提供日本跟韩国这个核子保护伞，他希望日本跟韩国不要发展核子武器。那也就是现在大家常常讲的核分享。所谓的核分享，并不是核子武器的分享，
而是实际上来讲是美国进驻到它的一个核动力潜舰进驻到这些区域，但是实际上打破这个现实的就是川普，因为川普实际上来讲，他将这一个核潜舰的技术分享给韩国，那日本呢？日本一定会觉得，那我的那个国家的实力实际上是在韩国之上。既然韩国有了，那我为什么没有？那另外呢，其实我们如果仔细的看日本的话，我们现在等一会儿会讨论到有关于伊朗。伊朗光是400公斤的这一个浓缩铀，美国就在那边叫得尬天正响。可是我们仔细看日本，它的布到底有多少？日本的布其实它是有47公吨啊。那它要那么多的布到底是做什么？那它的目的很单纯吗？当然不单纯。那其实我们讲到军国主义，它有三个目的。第一个，也就是将二战的这个责任呢放到阴暗的角落里头。所以他改教科书。那他改了教科书之后，所以年轻一辈的人都觉得我们国家为什么不正常？因为他们根本就对于二战，他们日本应该要背负的责任，甚至侵华的这些举措当中，他们做了多少次的屠杀，如何的蹂躏中国人民，他们其实根本就不意识这么一件事。第二件事情，之前美国是透过北韩，然后来凝聚美日安保，可是北韩，那他自从他有了核武之后，他好像也没有这么强。那他后来他们就开始把中国大陆来当做一个假想敌。那另外他们就想要透过这一个提升自卫队的质与量。那我们讲到说，对于就日本对于中国大陆的这个恶感啊，其实从最近的一个民调，我们就会看到，如果对于中国的感觉来讲，觉得不太好的占到了86.4%，但是相对于美国来讲，他们觉得不好的只有28.9%，觉得很好的是70.8%。那这一个也就是反映在之前在讨论台湾有事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所谓的中年就是50岁以下的，其实都觉得台湾有事这句话没说错啊。这个也就是高市早苗为什么可以带着自民党直接跨越2/3门槛的原因。所以我们这样讲，他一定会对于这个非核三原则有所更动，当然也可能更动他的一个战后宪法，变成所谓的正常国家。好，刚刚舰长也帮我们特别看到了这一份最新的民调，显示大部分的日本人现在其实比较倾向跟美国友好。那确实，外媒现在也针对日本未来的动向做了一个定义，说未来的日本的政治一定是对中国更强硬，对美国更靠拢。特别是川普在选前公开的力挺高市早苗。那么当然了，朝日新闻是直接开枪说干涉日本的内政，但是包括日本有许多的媒体都直接讲说，美国总统这一次直接公开的指名力挺某位候选人是非常罕见的。那其实对于川普来说，我们看到最近他一直公开的力挺多个国家的候选人啊，或者是多个国家的总统等等，指导江山，这背后的目的，针对于日本到底是为了什么？那中日接下来的关系如何发展？委员又怎么看？中日关系当然不会好嘛，因为第一个，中国大陆面对这个处境，不可能跟高市早苗的政权好，那只是不要坏到哪里去而已。那第二个啦，我们来考虑高市早苗。高市早苗他为什么要跟中国好？他就先问这个问题啊。他没有这个诱因啊。你先想一件事情啊，你说川普为什么要去支持高市早苗？好不容易出现一个抗中保台亲美极右的政权，正是这个川普美国的利益啊，符合他的利益嘛。所以川普当然要在选票最后关头里面拉高市早苗一把，让他的这个右派的选票不畏风雨出来，亲美右派选票不畏风雨出来投票嘛。因为这个日本的这个最近这个下大雪下得蛮严重，天气蛮冷的这个是有鼓励作用的啊。我们不能轻忽这个美国人日本人亲美的倾向。所以这个是有很大帮助。其实也不要忽略哈，不只有川普力量很大，
台积电也在最后关头帮助了高市扫描。因为高市扫描在选战过一直被批评啊，你没有产业政策了啊，你没有经济政策了，千言万语都不如台积电出现。台积电看跟高市扫描合开记者会，我要在这里盖这个高端的这个半导体这个制造厂，3奈米的，跟美国一模一样。你看，整个攻占了所有日本大大小小媒体，所有日本的电视啊，所有日本的宣传机器，全部都在报道这个消息。你说魏哲家对这个高市扫描帮助这么大，是谁叫他去的？是赖清德吗？还是川普？我们永远不知道啊。但是我也想不出，除了这2个以外，还有人会叫他去哈。对，还是说魏哲家自己主动去的？这个当口是很明显的是在给高市扫描加分嘛。所以高市扫描可以说，我今天讲说捞了好几桶金了哈。每一样都是战术战略都成功。那未来的两岸关系，这个中日关系啊，它基本上是配合美国的啦。关键是美国可能会继续演白脸，然后他就叫日本你演黑脸，因为我们要遏制中国崛起。所以我经常跟中国大陆的朋友讲哈，你不要相信哈川普那一张嘴啊，跟所有男人的嘴都一样，不能相信啊。为什么？他就是表面上，哎呀，习近平是我最好的朋友。习近平是最伟大的领导人唯一的这个什么讲了捧了很老半天，事实上他准备刀子他看不出来吗？一下子批准台湾什么援助10亿美元，2要求台湾编国防预算等等等，反正这个都准备刀子。而且日本是在这个他最好的工具比台湾还要好，为什么最好的工具？因为日本本来就有抗中情节跟其他人不太一样而且日本你给他一点甜头。你给他再武装，那日本会不会走向军国主义？不会，因为军国主义就是军部控制政府，这个事情在日本已经不可能再出现了。但是右派政府控制军队，拉拔军队，使军队变成这个亚太地区另外一个中型的军事强权。这会出现的，这会出现。那这个就是让这个中国大陆多了一把刀，就是美国可以遏制中国大陆的一把刀。那刀没有很厉害，但也算是一把刀。台湾都可以变成一只小刀了，何况日本？这是美国的算盘是如此所以他为什么要插手让高市扫描得票更高一点？就是要碾压那些过去他认为不亲美的政权。好，我们刚刚就政治面做了一个分析。那针对于接下来日本的经济，我们也请聂老师来带我们看。因为呢，其实高市这一回他想做的事情非常的多，还包括在经济层面，他希望能够改善日本的体质。那他压住的是在再通膨这件事情上，他认为说日元是可以贬的，通膨是可以忍的。那么，但是财政不能够停。但是同时，我们看到分析师在最近做了一个示警，说呢，现在日元对上美元可能会螺旋式的下跌至180:1，创广场协议的新低。那么弱势的日元就可能会造成输入性的通膨，消费者不花钱，本土的消费动能就会日渐的变低。那市场反应现在也可以看到，包括日债殖利率跳升，日元剧烈震荡，股债汇全部拉起警报。聂老师怎么看接下来日本的经济？好，我们现在看到的高市扫描，他真的得到了300多票的这个众议员的这个票选呢，高票当选。这个当然对日本的保守主义也是右派，当然是非常的兴奋。当然这个其来有自啦，大家都知道，现在这个右派保守主义已经成为政治主流嘛，各国都一样，从川普哪里都一样。好，那不管怎么说，他这次呢，这个虽然这个小赌，但是他也非常有信心他会赢。他赢了之后，当然他对他所有的政策，当然就更大胆的敢去尝试，甚至你刚刚讲到，认为他应该要贬值。但我等一下再分析他为什么要认为他要贬值。哈，当然这也会使我想到安倍晋三当时在2012年，也就是金融海啸之后的欧债危机时期，他丢了3支箭。第一个箭呢，就是大肆的丢 QE， 丢了50兆的这个日元。当时那个叫货币剑，其实还不错，做的还算成功。但是它的财政剑和社会结构剑，当然会又打倒了这个日本的经济。那不管怎么说，延烧了10几年，到现在高市这次的突起呢，又是一个不一样的景气的一个循环。那这个景气循环未来会怎么走，是值得大家分析。好，那当然我想这个金融学家都会去分析啊。但国家在这个政治变局的时候，它的股市、债市还有汇市三者联动，一定会产生一些变化。当然我现在也看了一下，从上个礼拜5到今天，日本的股市涨了非常多，大涨。
那当然从5.4万就跳到了5.6万多，表示短暂时期的日本大部分民众是欣悦的，大家对这个认为是一种强心针，是往上的。但殖利率并没有并没有好像说债券这个往上而殖利率下降。当然短波看不出来，当然可能大家对这个所谓的日本虽然短暂这个右派主义好像得到了大家的这个胜权，重点是未来这个波动还是蛮高的。因为我看到的是高市是一边完全下注的压住美国，他已经就是这死去压住美国，很多的国家都是基本上站中立，在新加坡哪些国家能够越中越好，但只有我看现在就是台湾、日本是最一面倒的靠向美国了。好，那这个时候你会发现这个的风险是非常高的。我想全世界金融家去分析都会知道，所以债券人家不敢随便买你的国债，尤其是国债，所以国债你要升还蛮难的，所以殖利率会提高。第三个讲汇率啊。汇率有2种情况，一种是因为汇率跟刚才股债不太一样，股债一般是投资客或企业家可能会下注，产生的供需的变化，但是汇率是有国家可以操控的，因为国家有一支货币政策有2个手，一个是利率，一个是汇率，当财政政策是税率嘛，汇率的手国家可以控制，要不然美国为什么会定所谓的什么汇率操纵国诸如此类的。当然，你刚刚讲的一个重点，是因为高市说让它贬值也无所谓，因为它为什么要倾向贬值？一个国家贬值叫做贬值救经济，或者降息救经济，降息刺激大家消费，贬值刺激买卖的这个贸易顺差。所以他要用贬值救经济。各位想想看，在1970年代、80年代，日本的制造业为什么那么强？那除了它的当时的半导体不错之外，资本才不错的，最主要它东西便宜，它便宜到全世界买。所以在广场协议1985年9月20号之前啊，这个时候它的汇率是极低，在260:1，那时候是日本经济非常好的时候。再想一下，我们讲我们的对岸大陆，它也是因为当时的汇改在1997年7月2号啊。PEG 这个 US dollar 8.278，一直到了2005年7月21号才松绑，这一段时间经过了这个 WTO 才大赚世界贸易财。他想这样走，当然我们也必须分析，以日本现在的经济，他如果这样走有很大的风险，因为现在整个日本的经济并不是这么的好，它的通膨是人民不一定能完全销售的。如果他真的让它贬的话啊，不是市场决定，是他要这样走，所谓丢这个货币多，然后来创造这个汇率贬值，用政府操控的话。可能会造成它的通膨会，尤其输入性通膨会急速的升高，让人民的生活会更有困境。所以他必须思考这一段，也就是任何一个他想走的走向都有利有弊。他如果走的认为要把国家经济带起来，会让人民更痛苦。他将来螺旋式的旋转会让这个国家可能更惨，也不一定。所以我觉得他的政策现在看起来他想大胆尝试，但是也有可能有他的隐忧。好，接下来我们要来特别关注到，大家可能没有想到，曾经呢被视为是一个先进国家典范、中产阶级社会的日本，现在说有900万日本人是坠入底层社会经济的一个地狱，到底怎么一回事？这个曾经非常自豪，他可以说是1亿总中流社会，可以说已经崩裂了吗？特别是要看到这个，包括了这一些少数的人，他们可以稳定的在社会当中上升，但是有非常多的人是永远翻不了身的。特别我们就是要用实际的数据来做一个佐证。2025年，日本的劳动人口数正式突破了7000万人的大关，但是要特别看到的是，来自于日本早稻田大学教授，他是这样评估的：虽然说劳动人口有7000万人，但是日本现在出现了规模超过900万人的一个底层阶级。这些底层阶级不是失业者，也不是游民，他们其实每天非常努力的上班，拼命的工作，但是被视为是穷忙，翻不了身。底层阶级他们的平均收入在日本，我们把它直接换算成新台币，大约是44万元，相当于216万日元。他们的年收入其实不到这一些正式员工，也就是新台币年收入99万元的一半。在非典型雇用者，现在更是被统计在日本的劳动市场上高达了有30%的人口。到底怎么回事？日本现在有超过900万的底层阶级，很难翻身吗？在日本这种高物价的社会，他们的生活会不会非常的艰困？任老师怎么解读？这个是这样子哈，我必须强调这个。我今天看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呢，我心里有一点难过哈，因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这个我的难过的主要原因是，这不单纯是讲日本啊，实际上的话呢，就是说亚洲的国家的话呢，那么可以分成2类啊。那日本的话呢，刚好是情况是比较麻烦的哈。
分成两类，一个的话呢，就是说大陆跟日本之间呢，我们都会知道，这个其实讲起来跟我所学的专业是有关系的，就是你的国家的制度啊，要不要适当的干预啊？那日本的制度的话呢，它基本上是属于一种比较直接的资本主义式的，那大陆是走这个社会主义的道路啊。今天我们不谈这个社会主义道路，我们讲到日本，当然也可以联想到台湾了。其实情况也非常类似。我觉得日本里面现在出现的一个状况下来讲的话呢，就是说日本一直是迷恋于过去啊。我觉得日本的国家的话呢，他们是昨天永远比今天好了。所以2次大战以来，昨天永远比今天好。那么明天的话呢，就很严重的不如今天了。所以日本的话呢，是在走下坡。大家原来讲的时候，这个失落的30年的话呢，这种情况是最主要是因为日本的它那个基数比较高啊。它原来发展，因为像日本的话呢，基本上它的收入的话还是非常高的。那我们这边的话呢，也都很喜欢去日本玩，就是说亚洲唯一真正的我们心中认定的一个发达国家就是日本嘛，哈，所以说日本的话呢，它要在维持这种情况是不容易的。然后第二点的话呢，日本的原来的这个工作的制度啊，哈，那像现在900万人列入的这个对这个数字听了简直触目惊心。就是日本原来的话呢，有名的是它的工作的制度，就是说。我自己的，在我这个年龄之前，比我大7、8岁的人，他们很羡慕日本的制度，就是不管是私立公司或是公立公司，他们一旦进入公司，就是永远在里面公司工作，而且那个附着力非常强，而且会觉得认定这一切都非常非常好，公司会给你待遇什么的，那么去解决了社会制度问题。但是日本的这种高速发展是一个假想的一个结果。结果日本的话呢，我就必须坦白讲，日本的公司当中做假的然后这个家电事业的结束。然后还有这个日本本身来讲的话呢，没有办法因应，甚至于最严重的就是说，日本到现在，因为我们原来在嘲笑就是说日本的那个到现在都不用 Internet， 还是用传真机什么的，居然是真的，你知道吗？日本的保守就是大家缺乏创新的意义，所以呢，我们现在整个收入的结果我就从大的角度来讲不是说这个日本人这个面对的困难有多大但是呢，就是说相较于亚洲4小龙在发达的过程当中，日本显现见的是创造力不足。还有第3个真正的因素的话呢，我必须坦白讲，大陆的生产业的崛起那么是使得日本现在的话呢，产业当中，现在大家我成长的时候都是以看索尼电视、听索尼的录音机就没有不是日本的照相机。现在除了照相机，大概日本货还多一点以外，其他都没有了。它到哪去了？通通被大陆的产业取代了。那这个取代的话呢，那个大陆生产的东西有个很麻烦的地点什么呢？这个麻烦点就是通通是白菜价你现在的话呢，搞一套。现在我们自己做自媒体的时候，那个 Poke3什么的就是我讲说，我想带个 Poke3回去好，我帮你弄一个就是通通都非常方便嘛。就尤其你到了深圳去买的时候，这些东西，那我觉得在这种竞争的压力下，还有日本的这个制度当中的话，让大家自生自灭的情况下，以及再加上原有的制度的福利条件这么好，三者加在一起的话呢，有很多人就没有办法达到这种情况。我觉得最惨的是年轻人了台湾的情况下也差不多台湾的情况下的话呢，就是说，因为我们原来生活水准不怎么样嘛，所以现在弄到这种情况，大家觉得说维持现状挺好的。但日本的情况就不一样，日本现在明显要面对于这个生活水准要倒退，而且大陆现在从2026年开始，也就今年的开始，一定要搞死日本，所以日本的工业生产的话呢，缺料然后缺工，然后的话它这个缺资本，所以这些问题都陆陆续续会爆发的。好，那干哥又怎么看900万的所谓的底层阶级你知道中国什么时候取代日本成为世界第2大经济体？2011年，也就是说距离现在15年前，中国取代了日本。那2011年跟日本的那个经济泡沫化，1990年已经相差20年，日本还是能够维持第2大经济体。可是到了2011年以后，日本就走下坡，不断的走下坡。刚刚岳老师讲的很对啊，为什么？因为他们不是科技的大国吗？但你知道日本的，就说他在中层以下的国民，当时他们有一句话，在1970年代的时候，叫做1亿中流层。日本总共的人口不过是1亿2千万，但是他们说1亿中流层什么意思？我们这1亿人都是属于什么？都是属于中产阶级，不会有贫穷者，但是有少数的富人，所以它是他们很骄傲的地方。现在日本国民他们会讲，那个1亿中流层早就不见了，为什么？就像我们刚刚讲的，有900万的这个就属于底层阶级。我告诉各位，
这900万的叫做什么？你知道吗？叫做永不翻身族。你永远不能翻身，你也没有办法，除非你去加入诈骗集团，好不好？不然你永远没办法翻身。你不会因为你的工作表现特别出色，或者是你特别这个头脑聪明，像岳老师这样子，头脑非常聪明，然后你才有这个机会被老板赏识。没有，为什么？因为永远不加薪。日本70%企业现在不加薪，然后所以说他们一个调查，他找到很多故事。他说，现在日本人的得糖尿病平均的年龄已经低于40岁以下。有个外送员，他怎么得的？他早上要接一份工，晚上要接一份工，然后呢，他一有时间，他就只能够用吃来慰劳自己。吃什么？吃盖饭，吃那个拉面，再不行就吃泡面。所以这就是他们现在的劳工的明显的生活。他怎么努力，他都上不去。而且日本的企业，就刚刚像岳老师这样讲的，他们是很刻板的去研判你，因为以前都是你进了这个公司成为正式员工，你永远不会出去的，向心力很强。但是现在有70%的企业都不用正式员工，而用派遣工。你这听起来好像跟台湾一模一样。对，台湾现在也是这样，用的都是派遣工。为什么？这样我就不用付退休金了。不是这样吗？这是未来的趋势。然后因为 AI 跟机器人之后，将来像日本、像台湾这样的环境只会越来越糟糕，对不对？还有最重要的一点，你知道日本人离婚之后苦的是什么？苦的是妇女。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生产能力，他们在社会上相对弱势。这个2个社会的比较，你会发现台湾还是比较自由，日本反而怎么样？反而不自由，因为日本传统看待女性就是怎么讲？就是比男性要低的一阶。所以单亲妈妈很难带小孩，因为他们没有办法自谋生路。所以大家就晓得说，日本这种就是说已经是低层阶级的人会越来越多，而且在短暂的这个经济态势没有改变之前，他们也承认我们需要观光客。如果没有观光客的话，日本就会成为下流民族。所谓下流，不是真的下流，成为潮流的底下的民族。那一天很快就会到来的。好，确实如这个干哥帮我们看到，那日本其实现在针对于单亲妈妈他们的受雇比例，现在最新出炉是非正规就业比例高达40%。现在担心说很多的妇女，也许他们是单亲妈妈，需要花时间在全天工作，无法陪伴孩子，会导致教育落差。那贫穷会不会世袭？等一下请聂老师看。那另外一方面，日本现在是先进国家当中贫穷率最高的。2018年统计说它的贫穷率是15.7%。聂老师怎么看？这个刚好思敏，我本人在日本有公司，那我有请人，那日本人再来要薪水的时候，他们不敢要高，台湾的小孩光我学院毕业都还敢，我们还会告诉他，你先提高一点，他可能不给你那么高，但他喜欢你，他还是会要你哈。但是我讲日本人为什么不敢要，真的有问题了。我先定一下什么叫做底层阶级。说不好听一点，他们不是没工作，是他们拿不到高薪。也就是其实在金融海啸之后，台湾也发生过叫 working poor。穷忙族拿到薪水，2008年没有工作，N9N 有工作了。当时我们定了一个最低薪资嘛，这个一般是22000嘛，硕士28000嘛，大家就以这个为标准了，要不然你就不要做。所以日本已经出现这样的问题，非常清楚。我再跟各位讲一下，因为我这个在日本算是因为常常去，我从2006年到长崎大学 Nagasaki 呢做他们的主要的这个贵宾主讲者，每一年开研讨会。那当我的这张系主任一直希望跟我们学校合作。那我去了以后，因为要找会讲中文的人跟我去招待我到这个拿萨奇，结果呢都是大连啊、长春一些女孩子讲中文。他们说他们到了日本，发现他们的教科书里面那是20年前，2006年。我连续几年发现越来越严重，说他们现在整个翻转他们的教育，就是他们过去我们讲中华文化的8的忠孝仁爱信义和平，他们只强调忠，在军国时代就是忠以及真，打胜仗一定要胜。当时在军事思想，每一个人都很中心，所以当时的我要讲一个 timeline， 这个大家一定要弄清楚为什么会走到这个地步哈。这是一个整个结构性的变化，台湾也有这样的问题。我先讲一下这个中心思想，那过去的日本企业一定是大企业为主，不管是 Toyota、Honda、Sony 都是大厂，不管是资本财都是资本财，汽车也好，电器也好。Panasonic 也好，每一个进到公司里面不敢离职，一离职你找不到别的工作。台湾人是说，哦，你好多的经验，哇，你那么多经验加分。
你第二个经验，第三跑那么多公司，是不是人家不喜欢你，不要你？就像人家都听过，日本人早期回家的时候，太太看不起你，你老板一定不喜欢你，所以你要完全为公司负责。以前很忠心，20年前开始他们反中思想，小孩子反对。开始整个在强调3个叫小确幸，台湾跟着日本走，台湾也在走小确幸。20年前开始，台湾的小孩也弱化了。我们以前有经济奇迹，全是我们这一代人所创造出来，你相不相信？相信。现在小孩子有新创，给他们新创世界，让他们可以有新创。可是大部分的小孩就没有新创的。我跟你讲，就是对不对？有时候真的已经差异太大，日本差得更大。所以你会发现，过去啊，我们讲过去 timeline 哦，这时间轴，过去呢大企业为主。以高薪要你，大家都不愿意走。只要进到大企业，你就非常有薪水，家里就会很和乐，你知道，晚点陪老板喝个酒，晚点回家喝醉都没关系。那日本文化嘛，到这个居酒屋，现在不一样。现在我讲小确幸为主用，可是日本跟台湾又不太一样。日本不太会做小生意，你看到日本去做开公司的日本人反而不少，因为他们的思想很怪，他们喜欢被请。他喜欢做个面包师傅也好，开个小巴士也好，只要不要大公司去。可是自己开企业，他们不敢冒风险，以前都大老板冒，所以小企业开的人很少，那还是要请人的。所以要去请人的时候，发现为什么不多？每一个都不敢高薪，低薪就可以。我跟各位报告一下时薪，用数字说话好不好？日本现在最低薪资是1023到12多，东京最好的地方是121，你除以5，现在不到5。只有200左右。跟各位报告，10年前我刚刚跟日本开做生意的时候，当时是除以3嘛，0.3，那时候汇率是0.3左右哈。我跟各位报告，那时候台湾的最低薪160几，168，日本是台湾将近2倍。3年前疫情中间当那个利差交易，所有的钱流进了美国，他们开始出现了汇率从100贬到160之后，除以5。而且他们这个数1除2，台湾反而加薪，在去年底190，现在已到196了。他们一除也是200，差不多。对，我请问一下，以他们那种生活环境，以他们那种这个消费水准，他们消费也低了，没有错。你知道，他们又不敢要求高薪，而台湾小孩100多请的小孩子，你对他不好，他就跑了。日本不敢哦，所以你会发现，这个已经产生非常明显的结构性的很大社会结构的变化。因此，您刚刚讲到这个非正规雇佣或者叫做非典型劳动者，到处都是。因为大企业是的不去，小企业又找不到，你低薪就够了，而且薪水就是低，所以 working poor 到处都是。因为我在那里，我感受蛮深的。今天我们要特别来关心到是，难道日本真的可以一夜永和吗？现在发出的正式警告。另外一方面，今天也会来关心到中国大陆的这个动作，20天的渤海军演，再加上它的歼20似乎现中在宫古海峡，中日现在太平洋对决，火线升温。今天我们会一起的来做关心。我们要来看到，这是来自于北京智库最新的一个说法，他的报告指出呢，日本右翼它的这个核野心不断的扩张已经对世界的和平造成严重的威胁了。他也指控日本现在正在秘密生产可以用于核武器的这个钚，而且它是在极短时间内就可以发展出核武的。那我们要知道呢，日本它过去是一直使用的是核不扩散条约的框架，所以它是唯一一个非核武的国家，但是它又具备的包括了有这个核燃料在处理，还有能够分离武器及钚的一个非核国家。特别要关心到的是，它其实在1980年代就已经开始运作的这个实验快中子反应炉，这个叫做长阳。它当时呢被视为是在炉芯的设计调整前就已经可以拥有生产武器及钚的这个能力了，技术上它是可以完全的来生产核武的。那么其实我们也看到当年的这个报告也提到说，其实拜登总统当时他在担任副总统的时候，2016年的时候，他就已经向习近平主席直言，并且警告了日本，他是有能力在一夜之间就拥有核武的。好，所以节目一开始特别请教委员，怎么看拜登的这个言论？日本一夜就可以拥有核武，所以这份报告也透露说，日本秘密准备核武的可能性，现在到底有多高？首先拜登说日本可在一夜之间，绝对不可能在一夜之间，1年之间合理的推算。因为日本是一些非核国家里面唯一拥有核武器材料的国家，因为它过去又盖了很多核电厂，核电厂炼完了以后，那个燃料棒叫做乏燃料。这个乏燃料呢，因为本身就带有钚，
所以用钚跟铀再整合，可以变成一种铀钚混合的新的核燃料，再回去核电厂可以再用1次到2次，然后在这中间会产生很多的钚，然后这个钚啊的累积啊是要提炼出来。目前全世界没有几个国家有，俄罗斯、中国跟美国当然是有啦，剩下就是法国、英国跟日本，其他国家没有了。所以日本啊，除了自己啊提炼钚以外呢，还把这个乏燃料运到法国跟英国去提炼这个钚原料。所以现在在法律上，日本拥有差不多44公吨的这个钚。那40公吨的钚呢，其中在日本本土只有8公吨。那另外在英国跟法国，那全部都是在国际原子能总署的监督底下。我去参观过青森县的它的什么六所村的一个钚原料基地啊，在那个地方真的都是白皮肤、大鼻子啊，什么那么大眼睛的人哦，在现场在督导啊，那。所以日本要秘密做是有困难的啊，是有困难的，因为那个钚，我所了解，他们要开启这些燃料库啊，是需要国际原子能总署的人现场开启，他才能开启。日本人自己不能够动用这些燃料啊。但是因为日本上次福岛事件问题之后呢，它的核燃料厂关了，所以钚就没有消化掉。本来钚做成 MOX 就是这个铀钚氧化燃料的话，这种混合燃料就没有办法再投下去，所以就没有制造，所以累积了很多哈。那除了这个制造原子弹的话，大概再把那个钚哈，不是直接来制造，再提炼一次，就变成武器级的高纯度的钚，那就可以大概平均每4公斤就可以做出1枚长岛爆炸时候的核导弹的规模，每4公斤，而且当然4公斤里面只有5%的一个可以用来分裂了。那技术上不提，现在重要的就是说，那日本还有核武器的平台，那做这种导弹，日本也没有问题哦。他把他目前的不管是防空导弹的技术啦，或者是反舰导弹的技术啊，03武器或者124武器啊，稍微调整一下哈，就可以以日本的工业能力有办法做出这个中程或者甚至于洲际弹道导弹可以装载这个钚原料所造成的核子武器，这可能性是存在。所以拜登讲的，日本有技术没有错，日本有能力没有错，但是除非美国不管美国放手，或者这国际原子能才会放手。国际原子能2个都放手的时候，日本才有办法自己取得钚原料来制造核子武器。那如果日本出现核子武器，就是美国人干的，这很清楚。现在就等政治信号上面的放行，那也被中国视为是不是日本的军国主义复苏？所以最近其实我们看到中国大陆的动作也非常的多，尤其是在海上，我们今天也要特别看到的是几个军演跟实弹射击。第一个，我们来看到的是在1月10号连2份的航行警告，第一个是在渤海海域长达20天的军演，禁止驶入啊。第二件事情是在黄海北部，从1月12到14号这边会有一个实弹射击，禁止驶入。军事专家说了，20天长期的军演是过去前所未见的，就是要给日本方面一个警告。那日本方面呢，现在做了些什么事情？包括他现在呢，读卖新闻的报道，今年会修订他的这个安全保障3文书，他会特别强化在于太平洋这边的防守，就是为了要根据反映中国大陆在这边的军事动作。那么日本也说了，他接下来会做军事上面的准备，在3个岛，不管是在硫磺岛的港湾与跑道这边，还有这个北大东岛的雷达网跟南鸟岛的长程飞弹设施，并且部署最新的逆中战机投入在战力里面。杨老师怎么看这个政治讯号？没有错，中国大陆在辽宁舰的母港所在的就是渤海举行从今天开始20天的演习。不过这个演习其实是防御性的近海防卫演习，它只不过把过去以岸为这个方向，像对海洋的近海防卫搬到海上去。那做的主要还是在做反潜跟反导的这个演习，所以它是一个讯息，就表示说对日本高市早苗过去的台湾有事的发言，认为是介入到中国的主权。也就外国势力介入到中国的领土，那怎么样做长期的反导、
反潜的这种演习，而且长时间，所以这个讯息是在警告日本。我觉得它是展现中国大陆的决心，以及能力啊。今天可以是渤海，也许明天可以是台海。那你日本或外部势力，当然最重要还是美国。对，你即使要进入到周遭的区域，你都会面临到我有这种反潜反导的能力。那更不要说区域的句子跟相关的这个反介入的能力。那日本就刚好展现另外一个层面，因为你看这3个岛哈，一字排开刚好。北大东岛它其实是属于冲绳县最靠应该是东端，但是呢，中间的这个硫磺岛，它其实就在东京跟关岛中间，那个距离刚好在中间。很有名的硫磺岛战役过去在2次大战的时候，对，然后再往东就是南鸟岛那就更远，所以刚好在这个距离上。那北大东岛就代表的意思就是在整个中国大陆如果要突破第1岛链的时候面临到的，它可能部署相关的这些机场，然后呢反导的这些设施。那到了硫磺岛呢，它就在中国大陆短程飞弹的射程距离之外，然后它可以再更进一步的做，就是牵制航空母舰这个战群，它可能要接近东京，或者是要突破第2岛链。因为硫磺岛刚好就在第2岛链的这个线上，你再往南岛群岛这边呢，那当然因为日本这一阵子这几年发现到南岛群岛有重要的稀土矿产以及它未来如果作为长程的，所以这是一个他们叫做太平洋防卫构想室，这个单位预计今年4月会成立，也就是在安保3文件计划之下，它可能一方面在讨论是不是要去修改安保3文件当中非核3原则当中的不引进，也就是跟美国去共同推动核潜舰的计划，像韩国一样。另外一方面呢，它就是在等于是当美国的代理人，同时也是在做就是中国大陆3潜舰3航母的这个防卫。所以呢，把这一条线拉开3个岛。可是讲句实在话，这个3个岛有这么大的效益吗？那3个小岛它能够做怎么样的部署呢？弹道的飞弹又能够怎么样呢？日本自己有中程弹道飞弹了吗？美国如果不帮助你，中程弹道飞弹也不会把一栋楼打掉啊。然后呢，中程弹道飞弹能够去有效的面对这些055大区的一些攻击或防卫吗？然后你有怎么样的这个机场，你能够多少个？搞不好连那个刚才谈到那个软鸟的88架都装不下在这个小岛上面。所以呢。而且，如果你把它变成一个航空母舰的这种装备的一样的数量的话，那你不就变成另外一个直接被攻击的最明显的目标吗？所以，不过总是它的一个所谓太平洋防卫计划当中的环节吧。对，好，我们刚刚特别看到，也是中国大陆现在在太平洋这边也加强它的部署，是在海上。那如果在空中，我们也带观众朋友来稍微看一下，因为这是来自于大陆自己的军事专栏特别的报道，说在今年的元旦之后，我们看到的是日本的 F-15J 战机在宫古海峡这边说捕捉到了大陆的，不管是它的歼16、轰6K 之外，还有2架是型号不明的战机，现在在猜测说这2架可能是歼20隐形战机，透过这个电子干扰保护伞携带着在他的身上，那对日本造成压力，也代表说歼20现在对于跟日本相比来说，已经具有绝对优势吗？可以这样说吗？张老师怎么看？我觉得大家还是应该到这个日本这个防卫省的统合幕僚监部所发的这个军情要报去看，他原来到底是怎么讲的。这个军事专栏楚望云霄所讲的东西，跟原来他们所发布的，其实在用词用语上有一些差距。但无论如何，这个 F-15J 基本上来讲，它没有装 IRST， 就是红外线或者是光学的远程的追踪，跟就是搜索的装置，所以它远程目标的辨识能力其实相对较弱，所以有很多时间它真正要辨识是什么机型，一方面是靠电子接收的信号，但是它本身电子接收的信号。它要靠这个地面的站台，而不是靠 F-15J。F-15J 上去，它是用目视，然后确认有这么一个东西，或者带着这个就是征收的夹舱，然后去这个确认。
那这个里头呢，又牵涉到，因为我们在这个空中之中啊，虚虚实实。那隐形战机呢，通常有一个东西啊，是增强它的信号，叫做龙柏透镜啊，叫 Lambert's lens 的，它是信号的强化措施。所以歼20呢，有时候会突然把它施用增强你的信号，然后哭又把它收起来。收起来之后，因为有很多的这个隐形战机啊，它装了之后要落地才能这个就是摘下来。那这个就是歼20可以开启关上，开启关上，虚虚实实。那这是什么呢？这也是在逗别人，然后让了解人家到底是怎么样来应对这些问题。那假如不能够确切的掌握目标的运动的痕迹的话，那不能进行所谓的 TMA 目标运动解算 （Target Motion Analysis） 做不了，它就不能再做进一步的射控解算。射控解算不能完成，就不能做弹道解算。弹道解算没办法的话，它武器就没办法施用。但是呢，也实在没办法的时候，也有一种方式，就是完全靠它这个自己是主动型的飞弹，差不多约略的方向把它打出去，然后来这个就是靠它自己来。可是呢，那个要是没搜索到，砰就掉海里了，就浪费了。所以很多事情就是这个空中这些捉这个猫捉老鼠永远是虚虚实实。但是我总觉得中国大陆有很多的这些就社群媒体这个吹的我觉得他们真是不应该在这儿努力他们应该早就去好莱坞帮人家写剧本，可能会写得更好。地缘政治、美中之争、战略价值、强权崛起。